Hello，大家好，今天是5月2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特斯拉回调启动破后力，这一次关键支撑不能再被跌破，蛇口买点出现，还有机会再见到140吗？美股再次止跌上涨，难道还有新高？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上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29期的视频。那么我们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要来到有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技术分析，阿哲还是要讲一下目前的日线趋势如何去判定。当然这一部分会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在周一的公开直播课程当中有特别详细的讲过一次。而后要再去看到15分钟的日内趋势变化，还有15分钟的变盘时间窗口，今天最新的变盘点在哪里？而后我们再来到第2和第3部分，是关于个股解析。个股上最近出现绿色块有买点的一个个股比较多了，因为市场也是出现止跌上涨。那我们会讲到是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Huawei、谷歌、微软、MSTI、口、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RQB、台积电、皮尔提亚、美光、亚马逊、AUI、LITE 还有 SOFI 等以上的标的，其中英伟达比较特殊，处于可能会有买点，但还未出现只有支撑的一个状态。一旦产生一些止跌情况，那么我们是可以做买入行为的。而像一些绿色块的股票是已经产生买点，而后目前是波段看涨过程当中。当然像这种深绿色的是虽然有买点，但是阿哲认为位置可能偏高一点，或者说它的趋势比较弱，所以标的是深灰色。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依旧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正式内容开始前的温馨提醒，你会看到我们视频当中的内容会偏多一点，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比较长。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部分内容您都感兴趣，所以也把所有的一个本期视频的内容标记了一个时间轴，大家可以根据时间轴去进行一个跳转去阅读，可以首先观看您最喜欢的一部分的内容，当然其中第一部分是尽可能不要跳过的。那对于指数的分析，我们一直是认为是最关键的，它也会影响到个股解析当中的一些操作的策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是纳指的日线趋势分析。那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日线图表。在周一的直播课程当中，我们讲过一个趋势的分析的一个简单的技巧，就是如果市场处于一种下跌趋势当中，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上涨为反弹的概率会更高一点，而唯有最后一次它才有可能性出现中期以上的反转。而上海趋势图当中，只要是黄色飘带，就意味着它是一个下跌趋势，而如果是一个紫色飘带，那么阿哲会认为它处于一个中期上涨趋势。所以在下跌趋势黄色带的股票和指数环境当中，我们会认为每次的上涨以反弹去对待，它是一个极大概率的情况。那么唯有少有的几次反弹可能会引发趋势带的变色或者说突破飘带。那么反过来，如果是一个上涨阶段紫色飘带，那么它的所有的下跌、震荡、盘整都可以定义为一个中期上涨当中的短线回调，除非这一波回调它超过了一个短线的范围，比如说空间上跌破飘带，亦或者是时间上过长导致飘带变窄或者说变黄色，这我们可以认为趋势可能不是回调，而是一个更大级别的短期趋势的一个反转。所以在每一次出现相对长时间的这种紫色飘带的运行当中，特别是美股市场这种趋势比较明显的这种股票市场，一旦确定了一个紫色飘带的产生和持续，那么一般来讲它会保持相对长的一个时间。所以一旦出现美股指数是一个紫色飘带的时候，我们对于它的每一次的日内的或者说短线的回调都以回调买入作为对待。所以在上周我们讲到，如果这一波它依旧是回调，那么价格走势出现反包阳线，就将是一个回调的买点，所以这一天将形成买点。之后趋势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容易有新高，而后不容易有新低。所以价格走势在上涨途中左高的压力，在没有出现趋势衰竭和在趋势末尾出货阶段的时候，一般它的压力是比较弱的。所以正常回调买入之后，我们可以认为至少第一个目标是要打破左高。所以美股目前的趋势环境是一个中期看涨，那么短期回调之后产生买点，那么这一个买点的预期还是会有新高。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紫色飘带的交易逻辑。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带有紫色飘带的股票也都是如此，回调
我们可以做减仓高抛，但是只要在紫色飘带上有止跌买点，那么都可以产生买入信号。而很多绿色块的股票都是这种特征。有些同学可能目前看不到这个飘带这个上海趋势图，如果您是新同学，后续阿哲再告诉大家怎么去安装和使用。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将讲到的是15分钟之内趋势。就是日线上的趋势象征的是短期波段、中短期趋势一个方向，而15分钟趋势更偏向于短周期日内的一个行情。如果你是想要判断这些高点和低点它的形成，那么在日线上是有点困难，就及时发现不太容易。但15分钟可以告诉我们，就目前这波上涨它有没有走弱的迹象，以及后续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再一次的高点形成在日线上，我们可以用15分钟去做一个跟踪和关注当前的日线上涨是否健康和稳定良好。那么当下我们所看的就是15分钟的纳斯达克指数图表。那如果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你想用15分钟去跟踪，想要去判定它是否走出了反转，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点，就是15分钟当中的一个龙门线。刚才所讲这个飘带，它不管是哪个周期，它都只象征这个中短期的一个上涨，而中短期上方还有一个中期和中长线的级别，这个趋势，这一个级别我们得通过本周期图表的这一个白色线，也是上海趋势图当中的龙门线来去做判断。如果价格走势是一个持续的强势行情，它一般不会去跌破这个白色线，所以前期低点出现日线的反转之后，你会发现15分钟是沿着这个龙门线在往上爬升，它并没有去跌破龙门线，每次回踩龙门线都是产生支撑，而后继续的出现新高，直到最近出现一波日线的3根阴线的回调，才开始跌破这一个龙门线，而龙门线开始走出震荡走平，甚至有往下的发展的趋势。所以当时这个下跌引发了一次日内有可能反转的情况。那它真的反转了吗？它其实走了一半就没有完全反向，因为我们之前讲的是它要有效跌破这个龙门线，等一下看到特斯拉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这个龙门线就有效跌破与否。这个日线判断和这个日内有所不同，日内15分钟看到这个反向如果出现跌破龙门线，然后走出这种 N 字形下跌结构，这时候我们当时有讲过是一个日内减仓信号，因为它象征这一个下跌跟之前不一样，而它也引发日线的3根阴线的回调。而后我们再次判定是否真的是趋势转折，那么就要加上结构性的研判了，就跌破龙门线为第一个走弱的信号，第二个就是之前的这种颈线位，价格走出了连续性的回踩的关键位置，在跌破龙门线之后是否还有支撑？如果跌破龙门线而后把这个颈线给跌破，那么当时这里我们就应该继续减仓，继续卖出股票。不过当时这里又撑住了，而目前是重新站上了龙门线。龙门线虽然说中途有所压力，但其实整体还是一个紫色飘带，后续依旧站上龙门线。目前我们依旧可以按照之前的逻辑，如果日线的健康走势还要维持，依旧去走出日线的新的波段、新的上涨，那么15分钟龙门线依旧就要保持支撑，前面的跌破就只是一个日内的洗盘黄金坑而已。所以当下我们看到这个15分钟的一个走势，它的价格龙门线在26214.02，所以这就是一个支撑点。我们不能够允许它出现下跌破位，特别是这个破位除了破龙门线，新的颈线就不是前面那里了。那么而在日线出现止跌启动的时候，我们现在需要龙门线出现的是继续支撑，所以下一次如果再产生趋势的危机，我们不用等到跌破前面的低点，这个是最后的支撑。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它后面再次出现跌破龙门线反抽不过，那么就说明它是一次跌破、2次跌破。对于关键的支撑，如果2次跌破，那么直接定义为有效的破位，那么其实这些地方也叫做减仓点。当然，它这种情况下，只要保持不跌破，依旧顺延向上，那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多问题。我们就可以按照之前低位这种龙门线的突破、回踩不破，往上继续看一波新的趋势的推行，直到它继续出现走弱，继续出现跌破龙门线。所以这个地方它作为个股指数，你15分钟之内跟踪都可以看到龙门线。当然你说看到更短周期，你说你做的是日内超短，那个时候你可能看的就是15分钟的飘带了。所以这是一个整体分析的一个逻辑。所以也希望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在趋势结构上大家能够去跟踪、去认识、明白目前的趋势一个状况。所以当下的观点就是日线处于回调低点启动，而后15分钟也恢复一个相对正常，但不能跌破龙门线。而如果今天出现15分钟跌破龙门线，
并且收盘也维持跌破，那么大概率会形成这种阴线啊，那个时候就不太健康了，就要小心了。而只要不跌破那个龙门线，它正常来讲应该就会顺推到左高之上，那么维持再一次的趋势运行。那么希望前面两个部分的讲解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是老同学，听到这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日常的小红心，感谢您日常的支持。当然，如果您时间相对的宽裕，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照常可以在底下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评论，阿哲看到也会非常开心。而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阿哲也同样希望除了点上评论之外，也可以在学习确实有收获的情况下，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那么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频道最新的订阅粉丝观众了。如果您想要每期视频都能够及时收到阿哲的通知，也可以把这个订阅下方的全部铃铛都点开，那么以后阿哲发布视频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这属于粉丝的一个权益。当然它也不是唯一的权益，您在订阅阿哲之后，阿哲也会赠送大家一些见面礼，感谢您首次观看就能够订阅阿哲频道，也感谢您的支持。首先第一份礼物就是上海趋势图，如果您对于趋势相对感兴趣，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跟随趋势去做交易，不知道哪些位置容易是趋势的关键节点和市场的反转点，那么上海趋势图可以帮助大家找到那些关键的节点，它对交易也有很多的帮助。后续的指数分析、个股解析，我们都会频繁用到上海趋势图，所以大家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阿哲的助教去安装这个上海趋势图。那目前订阅粉丝观众的福利仅限于上海趋势图手机版的安装权限，大家在订阅之后可以去安装这个手机版的上海趋势图，找到助教他会告诉您怎么去安装，会教大家怎么去使用。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叫15分钟的变盘时间，这是一个其他方面的技术要领，这是一个其他方面的技术分析了。前两者跟趋势有关，第三方面是关于预测相关，是阿哲每天认为盘中15分钟图表当中纳斯达克可能容易产生高点和低点的一些时间段。如果您对于这种日内高低点的判定有兴趣，那么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第二重对于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个福利。阿哲在每天盘前都会去写到一些盘前广播，分别会有一些指数的分析、文字上的表述，还有盘中的一些变盘时间、个股的一些观察。只要美股有开盘，那么盘前就会去发布，会告知大家。而其中有一部分关于日内变盘点的一个时间了，像在5月22日的盘前所给到的一个盘中的变盘点，就是分别是10点半和2点的时候。那么当市场出现一个回调，到了10点半出现长下影线，欧式反包，我们就可以判定它是一个低点变盘，那么后续市场容易出现这个地方是一个低点后的上涨。那当然我们在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你是可以去做多，可以去做一些买入行为，都是没有问题。但这里要建议的就是我们最好是把握一些可靠的低点和高点变盘，尽可能是低点变盘之后确实有一个反包阳线出现突破行为产生，去做这种多方会比较可靠。那比如说像2点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个低点，市场下跌是吧？香港时间2点，凌晨2点，也就是美东时间下午2点。所以它也出现了下跌，也是个低点，也反弹了。但这种地方它因为没有强势的止跌行为，所以这种低点有时候就是反弹，意义就不是很大，你反而可能是一些做空的机会。所以我们在看到这变盘点的时候，就可以去寻找是否有开单，是否有做多和做空的机会。而对于波段投资者，你在做日内交易的时候，也可以在买入时看一下那个时间点会不会是日内纳斯达克指数的低点，你再去买一些科技股的时候也能够产生一些帮助。因为指数的运动有很多科技股也会跟随，那么指数是低点的时候，是高点的时候去买卖股票，这样也会容易受到盘中的波动，容易买到高点和低点。今天的变盘时间那么就是10点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今天10点半的时候如果是下跌产生变盘点，大概率是低点，而后出现强势止跌行为，那么容易是低点变盘的确认。而反之，如果是上涨途中遇见，特别是有长上影线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小心是高点变盘，那个时候去继续买股票加仓就不太适合。所以今天第一个变盘点是10点半，其他的变盘时间阿哲会在盘前去给到大家，到时候写好之后会去发布。所以如果您是订阅粉的同学，我们一般会有一些福利，大家在订阅之后可以去找助教去分别领取。当然为了大家能够更加清楚分别对应的一些礼物是什么，阿哲也做了一个图表，
分别是有4重福利。您只要是今天刚订阅的新同学，或者说您曾经订阅但是从来没有领取过这4重福利的同学，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助教去领取。第一个是我们的上海趋势图，第二个是盘前广播，刚才所讲的这个点位也包含其中。第3重福利和第4重福利是我们的一个课程直播，当然这些内容是内部课程，是不公开去进行讲解的，所以很多时候是小班课。大家在找到助教之后呢，他会给大家去安排怎么去收听的一个方式，分别会讲到技术分析以及美股的期权，所以大家可以根据喜欢的一个内容方向，可以安排时间去收听。技术分析课程会在香港时间周2到周5早上10点去开始，而期权课程会在香港时间周2到周5的下午5点去开始，大家可以安排时间去收听。当然每节课也会有回放的一个提供，因为有些同学因为时差原因很难听到直播，那么这些都会有所考虑。现在我们所看的是本周的一个内部课程的安排。如果您对于技术分析、对于趋势交易感兴趣，那么本周我们依据会讲到这个趋势的一个分析，如何去识别趋势、跟随趋势，又如何去做趋势加仓，以及去安排趋势的战略，这会是我们本周所去攻略、所去进行讲解的部分。那么希望本周的直播课依旧能够帮助到您，也希望您在首次订阅阿哲之后，能够快速进入到学习的状态，能够快速掌握一些技术分析的要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个股解析。首先我们看到特斯拉的一个图表，特斯拉其实在走出了一波上涨的九转之后，多方动能如期衰竭，而出现回落。这个回落的时候，它并没有改变市场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它从前期的通道下跌，不断的短期的反弹，不断延续中期的回调之后，是不是走了一波强势的上涨结构？就高点开始转抬高，低点开始抬高，重新转为上行的一个走势。而这种走势当中的结构点，之前我们标记过，是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关键的撑压转换位。曾经是打过这里走出回落，而目前是突破再次的回踩，所以这个区间可以作为一个撑压转换的区间。好，而在这里也确实出现了一个下跌之后出现跳空止跌上涨，目前是构成分形结构的突破确认，所以当下是一个有效止跌的结构。那未来我们就依旧，你用趋势线也行，你用单 K 去防守也没问题。价格走势跌到这个地方的支撑附近所产生的这一根 K 线，则作为买点。这是我们之前所讲过的上周的一个内容。当下就是趋势跟踪，所以我们标记是一个绿色块。当这里要注意，撑压转换的位置不能被跌破。虽然我们是把这个长线影线作为本次买入小波段的一个买点的一个止损，但其实如果再次跌到这里，甚至收阴跌破，那其实就不太好。正常强势阶段，它就不能够在这里出现明确的阴线的升幅回调，而是应该如期的启动，甚至不要回踩都更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目前我们来看到上海趋势图，它其实是处于一个尴尬或者说关键的节点，就是龙门线附近。龙门线的一个产生是本级别图表的中长线走势，像15分钟的图表上的中长线走势，一般来讲就是日线的 K 线走势。而在日线级别的中长线走势，很多时候大级别的一些行情的判定了，所对应的就是真正的中期以上的行情。所以当前特斯拉，你可以认为它有可能是一个中期以上的底部阶段，因为它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结构了，市场加速过一波，走一波中期回调，再出现启动，再次来一个中期回调。我们之前讲过，它这个剧本特别多，是吧？经常会出现，应该说在这些年来反复出现了几次了。就容易在龙门线附近产生一个突破，站回龙门线之后，在龙门线附近产生一个中期行情之后，迎接的就是所定的中期的回调空间时间上再出现什么龙门线重新有效站回之后，又来一波行情，又再次中期回调，继续跌破龙门线，重新震荡回顾龙门线，再走一波行情。目前循环往复，一直在重复这个阶段。所以你可以认为它当前依旧是一个中期回调的结束点，然后重新站回龙门线的一个准备。所以当下只要它有站稳龙门线的行为，那么后续发生的震荡启动现象都容易是一波大行情，我们所认为的类似于这种行情，是吧？前期这种行情以及像这种行情的一个启动初期。所以当下我们要关注的就是龙门线一定要站稳，不要被有效的再次跌破。因为如果有效再次跌破，就说明这一波回调是没有结束的，那么可能还只是中继阶段，那就糟糕了，那不太好了。所以这个飘带它要守稳龙门线，也不要被跌破。我们之前讲龙门线的跌破有效，就是2根 K 线
它跌破一根、跌破2根的地方要止跌，而目前也确实止跌了，跟过往是一样的，没有有效跌破。那么重新站回龙门线，它就不要形成下跌反弹，再这样子就不好了。这样子就可能是我们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中期的下跌其实没有结束，它只是一个反弹，准备再次的进行再次的探底。所以当前的飘带是不能被再次的改变的，那样它的下跌空间就打开了。这里只是一个反弹，那么可能还有升幅回调，甚至是破底行为。所以当下一定要守住这个区间的支撑，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中期关键的防守位，这个附近震荡怎么样都可以，但不要再出现这种行为就可以。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龙门线的价格是 420.37， 飘带的上沿 417.499， 飘带的下沿是 401.203。 如果您手中有上海趋势图，您可以每天去跟踪左上角这3个数值，这3个数值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龙门线、游龙、伏虎，就是它的上沿和下沿。这3个数值可以关注这个区间的支撑点。而当下我们在向好的角度，不破支撑的角度，就依旧看这种推动，就是紫色飘带的一个运行。因为行情的启动，不管是哪一次啊，它基本上中短波段的强势形成，它一般就会沿着飘带进行。所以只要出现强势行情，我们就沿着飘带去找回调买点即可。基本上啊，只要中短线形成，其他股票不能说100%，但是特斯拉这几波的这种强势上涨都是沿着紫色飘带的运行，除了有一波它没有给到回调买点，其他的都是至少有给到1次以上的回调机会。所以这一次其实它也给了价格上涨回调，这是1次，上涨回调这是第2次，所以它给了2次机会了。那么只要这一次机会也成功顺势向上推创新高，其实趋势就是很稳固的。那么这一波行情刚开始走慢，后面就有可能走快，所以可以以此建立一个相对乐观的预期，当然前提是不要破这个区间。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英伟达，英伟达它也是属于一个走波段，并且这个波段的走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是第一波是类似于反转的一波，价格把之前的震荡下跌这种弱势的一个行情都清扫掉了，把很多高点的一个抛压也都吞掉了。好，收集完之后，市场有一次回踩，也是走了一个撑压的互换，而在这里我们之前提醒过是一个仿包买点。那么这一波趋势的回调买点是很漂亮的，价格走了一波向上，直接突破了左高，而目前又来一次回落，而这次回落它其实就不是踩前面这个点了啊，而是之前的这个左高和这个区间前高的地方走了一个撑压的转换。第一次突破无效，回踩一波，目前突破大概率是有效，所以这个地方附近是一个撑压转换点。那么当下我们就关注一下这一根阴线，为什么看这根阴线？还是看到上海趋势图表上。那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上海趋势图，在上海趋势图的一个图表当中，我们有一些关键的 K 线信号需要给大家去讲明白，特别是新同学，您刚用这个上海趋势图的同学，如果您做交易的时候是偏短线的，那么有一个信号做多时要特别关注，蓝色 K 线产生，一般说明短线就超跌，短线超跌，我们完全就要关注一下那个地方容易有一些短线的做多机会了，它容易反弹，就至少容易反弹。所以只要有蓝 K 消失的地方，蓝 K 出现，蓝 K 消失，你会发现都是一些低点附近，当然有时候可能会有持续蓝 K， 行情比较弱的时候，所以最好就还是要等它消失。好，蓝 K 产生就已经说明进入到一个短线超跌，跌得有点厉害的地方，但也伴随着可能反弹。所以蓝 K 消失，如果再严谨一点，拿突破，那就更好了。而在这种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一个东西叫趋势，它可能这里是蓝 K， 就这些地方都是蓝 K， 但比较好的蓝 K， 它可能更不容易是短线反弹，而容易是趋势低点蓝 K， 就是紫色飘带附近。所以有一个方法叫紫带蓝 K， 紫色飘带有蓝 K， 这些地方会比纯粹蓝色 K 线会好一些。而当下英伟达又出现了紫带蓝 K， 当然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就是蓝 K 的时间不要太久，太久容易引发趋势由强走弱，所以最好是3根或以内，1根最佳。之前这里是3根就还好，不算特别强，但也不弱。而现在是走到第1根，所以蓝色 K 线目前出现，等它消失反包就是买点。所以大家如果手中安装了上海趋势图表的，可以看好英伟达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蓝 K 消失，蓝 K 消失作为激进型买点。当然这个阿哲一般是比较喜欢看反包，如果出现蓝 K 消失有反包阳线，那么这个紫带蓝 K 买点将会再次出现，那么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短波段回调的一种买点信号。而如果这里蓝 K 延续，最好不要超过3根，超过3根就会偏弱一点，容易形成的就是反弹低点，所以尽可能关注这个地方。当然如果您目前说还没有安装的，
都可以在点击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去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去安装上海趋势图，可以去直接观看，去跟踪，每天收盘看一下就行。当然，阿哲也在评论区放了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在置顶评论也可以看到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的方法，你也可以找到助教，反正只要订阅同学，您就可以去安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标的是比特币和以太坊，我们还是以背离的角度来去观察。当然，最近它出现一个短线结构九转如果是上涨九转，它容易是一个高点信号衰竭。我们曾经在这些地方也是用过九转的信号。而阿哲发现这个九转在日线图表上的比特币其实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短线信号。它产生的时候，不管是以太坊、比特币短线出现九转的时候，它很大情况下都会出现一些拐点，只是级别的大小问题。好，所以当下它又出现一个连续下跌之后，以太坊、比特币都出现了下跌九转，所以这个地方依旧保持一个观点，虽然依旧是看跌的中长线，但短线上这里是拥有反弹机会，所以短线如果要去做多，完全可以考虑比特币方面的入场机会。现在是有一个九转之后弱势反弹，如果二次回踩再出现止跌阳线，依旧是可以作为做多的一个买点的。现在的买点偏左侧，风险性高一些，但是盈亏比可能会好一点。右侧可以等二次回踩结束再收阳，那么它也算是一个买点。而当前市场依旧保持一个底背离，当然它第一个低点是被修复掉了，但其实不管这个低点修不修复，其实它这个背离很容易出现底背离，因为前面这些低点它早就在之前以太坊就已经提前走弱，而比特币就保持强势，所以这些低点这个比特币都没有被跌破过，以太坊是全跌破了，所以它但凡这里下跌有止跌信号，都可以算是底背离加上了技术分析的一个买点。而目前是一个九转，可以认为是这种信号的产生。阿哲这里只是分析具体的买点，如果要按日线来看，其实还不明确，因为它这个底分型，它是个弱底分，左一是压力，所以按照日线交易小波段突破去找买点，或突破找二次回踩，其实会更好。这个地方目前保持的是反弹，但小级别日内就不用这么麻烦，那个可能更需要细节，做短线为主。当然，如果你是做一个波段短波以上，那其实还是一个偏空方占优势，价格走势你可以等它反弹之后，依旧有顶背离时去偏空方的去看，做反弹后的高点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第一支标的是core位。我们目前所看的是core位的图表，core位其实它也处于一个对于龙门线突破回踩的过程。而之前龙门线是一个中长线压力，被跌破有效之后一直在底下徘徊，而在今年出现了一个向上的突破，突破时其实伴随也有一个类似子弹蓝 K 的买点，是吧？它直接就是子弹蓝 K 突破龙门线，二次回踩反包突破强势底分型，这里走了一个新高之后的趋势利润，短波的空间也是不错的，当时也有提及过。现在是一个龙门线突破之后，它往下踩，飘带没有撑住，那么就看龙门线回踩止跌而后有反包突破，当然它这个底分型的突破之后又被跌落了，这里可能会有二次回踩机会，但它已经形成一个中线级别第一次的买点，就是踩到龙门线，有长下影线，有底分型的左一突破，是吧？可以作为一个反包第一次的中线买点。当然这个买点第一次买可以按照分仓的角度来看，因为这里是黄色飘带，就说明中线有支撑，但是短波段这里是压力，所以反弹一波最好二次回踩不要破这个影线再止跌，那么就比较好。那么中线支撑下短波段的压力第一次触及没有出现快速下跌破位，大概率第二次就能够过去了，所以目前是第一次买点。防守位中线就可以 99.15 去看去做防守，所以这个地方是以中线去对待，分仓去交易去布局，在这里去设置买入的一个信号。我们预期的就是它最好能够有效的把之前跌破的龙门线能够有效站上，那么这里就有机会是一个新的撑压互换，那么中线的底部区间形成的一个前提，所以这里一定要撑得住线。第一个止跌信号有了，但这里如果是反弹就不行。什么叫反弹？它把它跌破了，那就反弹了，所以不能够再次破这个影线低点。那第一笔交易的止损就可以放在这个影线低点这里。下一只股票我们来看到谷歌，它其实也是回踩留住了一个蓝色 K 线。蓝 K 的产生，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回调，有可能是低点的地方，但要确认就不能说蓝 K 你就买，蓝 K 买它一直蓝 K 怎么办？所以蓝 K 出现等消失反包阳线，那么对于子弹蓝 K 的回调买点。只是这种回调为什么阿哲没有标绿色块？
因为它的位置相对高了一些，包括指数也是一样的，指数也有回调，也有买点，也看涨，但其实回调之后有止跌，看新高没问题，但是波段如果已经走了一大波，再回调再新高，它就容易出现新高不久就可能走弱。包括这里如果真有止跌，也能看新高，但可能也还是一个新高之后就容易走弱，因为前面涨得多了，后面再往上冲，它就容易力度不够，可能就需要更深幅的回调之后才有机会。所以这种就容易遇到一些中期回调的点上，但是我们不是说不能做，如果你是对于谷歌依旧持股，你这里是做一个加仓点是可以的。紫带蓝 K 阿哲认为都是比较可靠的，当然黄色带的蓝 K 就算了，黄色带蓝 K 除非你先做反弹再看力度，紫带的蓝 K 还是可以去关注的。现在是股票，我们来看到微软。微软先看大的趋势，它其实还是中长线的下行。那么中长线下行之下，走了一个底部的反向结构，是吧？有一个颈线位的突破，二次回踩，所以当前还是可以看一个什么中长线下跌当中，这里有没有机会形成一个大的底部？当然，对于比较求稳的同学，你说我就只做龙门线向上的。是吧？我就做明确反转之后的趋势的一个行情，可以吗？也是可以的。所以有些行情是偏左侧的布局，像这个微软的之前讲过，就偏左侧的布局，龙门线很明显下跌的。第一个布局点，我看的就是一个反弹了。所以中线看个反弹，它能靠近龙门线，再看一下它的反应，这是左侧布局的第一个目标。如果能过龙门线有效回踩，你再做右侧加仓，那个时候其实你的成本优势就很大。是吧？所以这是左右侧之分。好，所以当下就依旧按照这个地方是颈线，目前颈线被突破，这是一个好现象。突破之后回踩的时候居然有支撑，这也是不错的，说明二次回踩类似二浪的地方没有升幅回调，那么这里就有机会继续往上推动到龙门线，所以这里还可以。我们来看一下龙门线的一个压力是在449.988，所以目前虽然走震荡，但是整体的颈线还算是站住了，没有跌破。这里依旧可以往上看这个目标，而如果破颈线，那么我们之前的仓位就要继续减，继续止盈，因为之前我们是说过白 K 突破的地方去做第一笔的买进，而后我们再去加仓，再去做，当下肯定是有一部分利润的。目前在破了飘带之后，我们是止盈过一次，目前反弹如果再破，那肯定要再进行止盈。如果并没有出现这种颈线位跌破，再准备升幅回调的一个行为，就继续往上看看龙门线的一个反应。现在个股我们来看到 MSTR 就不太好，因为它的蓝色 K 线太多了，已经连续走了1、2、3、4、5，一周的蓝色 K 线，这个时候其实超过了紫带蓝 K 的一个范围，就紫带蓝 K 产生时中短线处于超跌，但这种行为越快结束越好，就说明多方越进行一个积极的抄底，所以我们在做紫带蓝 K 线，尽可能不要超过3根，包括这种地方就3根之内止跌，确实不再跌了，我可以去找这种机会突破。如果你发现一连串比如紫带蓝 K 出现了，没有出现继续蓝 K， 但它也没有反包，就没有买点。蓝 K 连续4根就超了3根，就不太好了，容易是反弹。当然它这里是黄色带也不太好，所以最好是有紫色带出现蓝色 K 线，3根以内会好一点。5根容易出现反弹，而后是受压就容易回落，因为目前它已经做了一个目标，从低点到龙门线，它完全是一个中期反弹结束都没有问题，所以这里要小心蓝 K 后反弹概率大，但容易是一个反弹，因为它蓝 K 太多。我们来看到上方的压力，首先是黄色票的压力是174.45，然后是龙门线的一个压力188.330。当然如果有同学短线想要这么去做也行，但你要知道你的空间是比较短的，这个是逆势，风险比较大了。我们再看到下一个个股是 Circle， 它也算是一个跟扩微类似，但是它是长时间在龙门线之下，难得在今年出现了一个突破。突破之后，第一次是没有成功，第二次反而又站上了。我们说一个龙门线第一次突破失败，可以看作是一个中期反弹的结束，但是它2次回踩没创新低，反而继续往上，对于关键压力连续突破2次、3次，那么这种行为就可以说明压力它有转变性质的一个情况。而且是大概率情况，所以在这种蓝 K 产生的地方，其实我们都有提醒过短线的机会，目前就又来了。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买点出现？因为它又来一个蓝 K， 而且是紫色飘带，并且它的位置比之前要更加漂亮。之前虽然也是紫带蓝 K， 但是它毕竟跌破了，是吧？往下跌的。这里它是一个趋势形成后的第一个紫带蓝 K， 所以这里出现一个反包买点，我们可以看涨。当然这个买点它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它没有站上这一个飘带之上。这个蓝 K 的地方刚好是跟昨天形成了一个晕线，晕线产生时，我们一般伴随的就是高点压力的形成，所以这个蓝 K 虽然突破了，构成买点，但在 K 线形态上，如果能够再往上收会更好。
所以这里可以作为一次买进，收阳账上飘带，或者说运线上方可以再做2次买点。所以第一个买点错过的，依旧可以等待第二个买点收盘账上。防守位可以以前面低点作为设置，因为子弹蓝 K 我们出现的时候，目标就是低点是回调低点，而后趋势走上破。所以目前这个回调依旧可以看子弹蓝 K， 目标就是这个低点是一个回调低点。所以依旧看上破，这个逻辑是比较简单的短波段的一个方向。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LLY， 你来走的就还是一个趋势。我们是不是在走了这个结构突破左侧之后，我们说它也是一个龙门线的反转现象，所以当时在这里我们说如果有仿包买点，其实就可以买入了。这里其实给了一个买点之后，后面的买点就偏追的一个含义，因为它没有回踩明确，所以买点第一个是在这里比较不错。第二个，除非你这一个强势底分型仿包去买，否则其实是没有太多加仓点，所以当前维持我们的紫色飘带去推动啊，那么依旧是看涨的，最多你就看一下什么地方容易出现震荡回调，是吧？它可以作为第一个短波段，你去看一个首次减仓的一个地方，因为短波段其实正常就是看一个小波段的一个上涨，是吧？这上一个短波段回调之后上一个短波段，是吧？2次回调，这里是不是也是可以上短波段？而当前的这一波下跌，前方都是一个黄色飘带。那么一旦出现相对震荡的这种格局，它就容易有一些筹码的堆砌的地方。所以当下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曾经密集筹码区间的关键信号，一般来讲是这种影线，就是如果从来没有被碰过的影线，而在这个影线之后是有明确的方向性是下跌的，正常来讲这个影线的地方是会有抛压的。之前我们讲过英伟达的时候是提过这一个知识点，所以左侧这个从来没有被触及的影线区间，就可以作为一个第一个所面临的波段压力区了。如果在这里出现冲高回落、长上影线等等的，可以作为第一次短波段的止盈点，也是 OK 的。我们来看到下一个股票是 AMD，AMD 它其实也是一个回调，之前我们讲过，跟指数是一样的，位置偏高，可做可不做，但是它确实就是一个我们说的回调买点，出现回踩是一个钱袋子仿包，确实。第一个目标就是前高之后，如果站不稳，有回踩这个缺口的动作，那就要注意短波段的一个止盈。但目前还行，因为在盘前来看，表现不像是回踩，目前它是走突破啊，还在延续突破，所以整体来讲就是短波段的持股阶段。看到下一个就是英特尔，英特尔其实也一样，它的回调是不是也是回调？但回调它就没有跟这个AMD 一样出现这种强势上涨。这就是一个短波段当中我们要去接受的事实，因为不可能每个波段它走了一波很长时间的上涨，回调之后还能加速，小概率事件，所以高位的回调可做可不做，所以这个地方也回调了，也出现突破了，是吧？所以这里也构成买点了，但它可能走的比较慢一点，但一样的，我们按波段来看，你也一样可以做多，一样可以看到前高，一样的可以这里设个防守位，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位置确实偏高，有很多股票像谷歌那些都是一样的。回调之后依旧可以看涨，但毕竟前面走了一大波，你后面再想走一大波，本身难度概率就不是很高。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APP 就保持一直的震荡，它属于龙门线都没有突破，整体龙门线也在往下拐的过程当中，这里如果还保持震荡，那后面基本上就是往下迁移过程当中，它就要跟着往下迁移了。所以在上周我们说，如果可以，它尽可能是走一个收敛突破，因为目前它其实就是走一个不断的震荡过程，它的方向后续肯定要选择大的震荡，中间隔着小的震荡，但可惜在上周并没有产生一个向上的强势阳线突破，所以我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可靠的追涨的一个买点，所以当下依旧处于一种震荡过程当中，只要还没有产生那种方向 K 线，那就保持观望，之前可能有回调买点的就持有，现在就依旧小幅可以设个保本，一旦出现反向明显的下破 K 线，可以亏一点走也没有问题，反正仓位肯定不多，因为当时就一笔买进而已。当下如果有继续的上破，那么可以考虑追涨，但大家要关注突破之后龙门线的反馈。龙门线目前的价格是在 541.067， 它不属于一个特别好的结构，因为这个结构如果在这附近博弈它能够向上突破成功，它其实是偏左侧的一个看法。从目前的个股走势来讲，很多股票走的都比它强，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做的一个形态。我们来看下一只个股是半导体上面做多，它也是跟 AMD 等一样的，就走了一波强势上涨，而后有个回调，就可买可不买。但是这里必须要讲，它确实是买点，因为回调之后是不是飘带是紫色的，
回调虽然没有蓝 K， 但是止跌而后有反包阳线，那么这里就是一波短波段能够看新高的趋势走势，因为趋势本来就是会在新高当中推进，下跌趋势就在新低当中去推进，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回调低点，而往上看会有新高，只是同样的图形可能操作难度会有所不同，所以低位像英伟达、特斯拉那种波段会好操作一点，它不是说一波很大的上涨而后再调，它是涨一波调一波，涨一波调一波，这种就会比较轻松一点，空间也不会透支太多。如果一波就涨完，中途都不带调飘带，这种其实就相对强势了，而后补跌就有可能发生。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Meta 龙门线压制下产生多次反弹，但是一直不过，是吧？龙门线被有效跌破之后，它的每一次反弹都在龙门线2根之内就形成压力了，就不太好。所以龙门线的有效突破和跌破都可以用2根来去佐证。一旦跌破2根还在跌，这种其实就龙门线容易形成压力了，就大概率事件吧。阿哲观察了很多个个股的很多行情，基本上有这种特征，跌破2根之后，如果还往下跌，哪怕龙门线向上的，它大概率也会形成一个压力，所以后续反向时，要么就直接是压力，要么就是突破2根之内会见到一个高点，是吧？包括这里是吧？突破1根、2根就容易见高点，所以这个地方龙门线往下压，而后趋势又是一个黄色飘带，这种地方做多不代表它不能够涨，它其实也走了一个下跌之后的转折，是吧？破了主高，回调2次一半的位置，这1/2是吧？有止跌，这个结构其实还行。但整体趋势是偏空的，所以我是比较建议最好偏右侧的时候走出紫色飘带而后去做会好一点。这个地方的买点是偏左侧的，我们看的就是趋势确实这个支撑缺口不能破，在这附近去找买点但是它上方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你可能会被一直磨，还不一定成功，所以这种地方做多会相对的比较辛苦一点，但结构还行，不算特别差，只是压力趋势是不偏好的。我们来看到这个缺口如果能够不回补，就肯定是比较好，等紫色飘带之后再去操作会变得顺势一些。如果你已经持股的，尽可能不要去跌破左侧的底分型会更好。而目前的压力就是飘带上沿 628.007 以及龙门线 652.95。 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RKLB 在一波比较漂亮的2次回踩直接走出蓝 K 突破加速之后，后续的行情就是看什么都高抛，你是在这个卖都没问题。从短波段来讲，加速之后找卖点，怎么样都是有赚就行。你不要说出现卖了之后还在涨，你难过。这个其实作为短波段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短波段其实就是上涨回调做一波新高加速之后，你找一个卖点有赚，特别是这种大赚就已经很不错了。接下来如果还在持股的，你完全就可以用日线收盘跌破昨天低点去做一个防守位都没有问题，也都可以，但其实必要性不是很大。你可以等它震荡之后，在飘带附近如果有支撑启动，再做第2个短波段。当然有很多个股可能形态会更好，比如说我们说的英伟达，是吧？如果有机会可能还会更好。当前它的飘带的支撑是在 115.576 这个地方，买不买？这个地方如果阿哲没记错应该是9转附近，尽可能不作为新的买点，除非有一波震荡或者说有效回调之后会更好一些。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台积电，台积电其实也是在一个趋势指带上不断的出现回调上涨，但是一样就是一波强势上涨，中途没有回踩过飘带，而后涨的不少的情况下，再回调再涨，而且是一涨就新高，这个买点就不太好买了，因为你的盈亏比不好算，而价格走势回调买点就新高，那你除非博弈加速，否则就容易出现这种买了就是高点，特别是涨了一波之后的这种回调买点，所以它容易出现什么？先经历一波震荡，要么就是中期回调，要么就是震荡，去规避这种回调时间，而后再启动。所以当下这个回调就还在持续，它以震荡来做调整，后面可以更加明确的有向上的动作会好一些。目前的飘带还是有支撑的，但如果它发生的是跌破2根之后还往下破位的行为，那么这个中期回调就有可能是要往龙门线一半，甚至是完全回补龙门线。正常来讲，中期涨多了一波，它容易什么？就要么是震荡，要么是往龙门线去回调，很多时候它可能会调一半，有时候它可能会接近完全调整，但就是涨多了的紫色飘带，它再出现回调买点时，你的目标位就要放低一点，否则它一旦发生中期回调，你就容易买到高点，那个时候也不能扛，你要设好止损。现在个股我们来看到 PLTR 它是属于一个空方趋势，跟 Meta 一样，龙门线向下，它甚至比 Meta 要弱，因为它的结构也不好看，
Meta 至少结构还行，它的每次的反弹目前也都是在左高之下，没有去破过左高，所以当下相对来讲空方就占据一个比较大的优势，而当前推动就还是偏向于要再破低点，而后当下是一个黄色飘带的黄 K， 所以黄 K 就容易出现破位之后的转空信号，所以黄飘带黄 K 反而是空方机会，如果出现阴线下破，反而是继续的看空的一个地方，除非这里黄 K 不破，反而继续向上，而后转为紫色飘带。好，所以黄 K 和蓝 K 是相反的，蓝 K 容易止跌反弹，是属于超跌了，黄 K 是属于买盘较强，而后涨势较强，但是如果是空方趋势，这个涨势较强就有可能是物极必反的高点，所以包括这里也是一样，小心收阴破位，那个时候反而是空方的点。下一只个股是美光，同样也是上涨回调，但是跟英特尔一样，不算很强势的启动，慢了 AMD 和半导体相比做多一些，不过也是回调之后出现了运线上破，也是一个底分型的一个左一破的一个买点。买了之后就如果要买，那么设好防守位，就是底分型的低点，目标就是左高，空间是有的，但是盈亏比一般，大概1:1左右。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的一个回调买点也出现了，这里是一个一点红，是吧？我们之前讲 RKB 和特斯拉的时候都讲过，只有一个红柱的回调，那么这里是一个反包，又是紫色飘带，所以这里也构成一个买点，防守位是这根阴线向上看一个新的趋势波段。不允许它再次跌破这个低点，也不允许再出现红柱要持续的冒出蓝色柱，所以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回调买点，毕竟它回调时间至少还长一点，目标可以看一个左高。但如果它重新跌破飘带转为黄色带，那这个地方就要小心它往龙门线的调整了，所以可以一直关注一下飘带的一个支撑。飘带目前在265.2，是飘带的下沿。我们再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AOI，AOI 做就依旧是短线看涨，因为它目前是一个什么动作？连续上涨之后再一次的回调，并且出现了红色柱，红柱在3根，或者说严格一点来讲3根以内，宽松一点就5根以内。5根以内都属于一个合理的回调范围，有时候可能没有红柱，但有就5根以内是比较好的，破坏趋势的。5根以内的回调为洗盘的概率比较大，再次出现启动，最好是转为蓝柱。我们这里可以认为趋势的启动。好，当下的是2根，所以2根调整结束，而后出现再次的蓝色柱反包进入这个飘带之上，所以我们依旧可以认为 AOI 这里作为一个买点，而后方向是看新高，因为这个地方它调的力度比较深，所以离左高是有一定的空间，这里往上看是有利润的啊，防守位也还行，所以要做是可以的，短线上没有太多的问题，往上可以看。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LIT 它是有一个子弹蓝 K， 也是2根红柱反包，所以它也跟 AOI 一样是可以看短线的上行。不过它的调会比 AOI 调的深一点，因为它经常破飘带，所以它这个洗盘力度经常会偏深一点。不过这里也还算合理范畴，因为跌破2根之后没有再跌，所以这里作为一个防守位，反包突破作为买点。如果这个地方不能新高而反向破，就要止损了，那么那个地方就有可能是一个飘带的一个结束，就有可能是不是一个短期回调而是一个反弹引发中期回调。但如果这里是短期回调，那么这里正常应该持有新高。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SOFI 它是一个龙门线向下黄色飘带的下跌，跟 PLTR 是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哪怕它不是黄色 K 线，它也是偏弱的一个走势，震荡加黄带。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等待一个比较好的买点，就比如说之前这种上涨回调找买点，它当时这个买点没有出现，因为它是个运线之后没有上破而选择下破，所以这个地方没有止跌，最好能够等待它往上走出紫色飘带，而后回踩去找趋势波段的一个买点。而现在买呢很弱，这种买点还不如去找 Meta。那么以上就是5月2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